继 B2 驻扎迪戈加西亚，美军战略轰炸机再次出动。4月15日 ，B-1B 首次部署日本三泽空军基地。注意重点部署。根据目前的消息来看，这是美军首次以 BTF 轮调部署的模式长期驻扎日本。在此之前，美军轰炸机落地日本仅仅是任务性质的过境或紧急降落。在越战时期，也是以演习或训练性质的短期驻防，从未正式以部署的形式常驻日本。问题来了，美军将 B-1B 部署到日本的目的是什么呢？对当前的局势又有什么影响？4月15日，美国空军全球打击司令部、美军太平洋空军联合消息称，美国空军第96轰炸机联队的数架 B-1B 从德克萨斯州的戴斯空军基地起飞，飞行1万多公里后，抵达日本青森县的三泽基地。这次部署行动是美国空军轰炸机部队首次以 BTF 轮调部署的模式长期驻扎日本。B-1B 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美军20世纪80年代装备的一款超音速轰炸机，与 B-52、B-2 并称为美军三大战略轰炸机，低空时速1335公里。虽然在2010年的时候，其核打击能力就被移除，但是其内外武器载荷加起来达到了57吨，战力仍然不可小觑。在日本部署期间， B-1B 可以与日本自卫队与其他盟友进行联合训练，比如模拟远程打击、空中加油、海上巡逻等任务，也能利用其低空突防能力，携带反舰导弹、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炸弹打击敌方舰艇，如同在印太地区的 F-35、P-8A 等平台协同作战，也能进一步提高美军的分布式作战能力。性能方面的消息我们就不再多聊，美军公布 B-1B 部署日本的消息中只有2个重点，分别是 BTF 部署。其中 BTF 的概念2018年才正式提出，在冷战时期，美军会在前沿战略地带常态部署一部分战略轰炸机，比如冲绳加手纳基地、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菲律宾克拉克空军基地以及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等，主要目的就是对敌方进行前置威慑。不过在冷战结束后，美军战略收缩，部署在海外的战略轰炸机撤回本土，只有在需要的情况下，才将战略轰炸机从本土部署到前线战略地带。美国2018年国防战略报告提出了轰炸机特遣队编制概念，大致意思就是转变兵力运用模式。美军轰炸机联队本场依旧在本土，包括北达科他州麦诺特、德克萨斯州戴斯以及俄勒冈州埃尔斯沃斯等，但是必要情况下可以将战略轰炸机以分队的形式向热点地区部署。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B2 远征伊朗，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部署7架 B2， 这就是 BTF 20251编队，意思就是2025年美军派出的第一个 BTF 分队，这次将 B-1B 部署到日本三泽基地，则是 BTF 20252编队，这也是第2个重点。部署 BTF 编队也是有讲究的，在此之前，美军都是将 B-1B 部署到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只有任务性质的过境或者紧急降落时才会落地日本。比如与韩国、日本进行演习时，一般不会在二者的机场降落，都是完成演习后直接返回关岛。最近一次降落还是在2024年4月，一架 B-52H 因紧急情况降落在横田美军基地。这就有一个问题，美军为什么要在日本部署 B-1B？ 让火力军回答的话，那就是出兵朝鲜威慑俄罗斯。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三泽基地位于日本本州岛北部，在冷战时期是一个主要面向苏联滨海边疆区的战略基地，现在则是用于应对朝鲜半岛局势。从这点来看，美军的目的已经很明显，对付朝鲜与俄罗斯。在 B-1B 飞抵日本当天，该轰炸机还与韩国空军的 F-15K 组成战斗编队，执行延伸威慑行动。韩军 F-35A 隐形战机、F-16 战机以及美军 F-16 战机等也参加了演习，展示韩美一体化的威慑能力。朝鲜这边则是强烈警告，表示美国将 B-1B 派遣至朝鲜半岛，将会对朝鲜的安全状况造成严重的负面后果，将行使压倒性遏制力予以回应。对此，火力军只能说，朝鲜的确看清了 B-1B 的能力，但没有看清自己的能力。对于朝鲜来说， B-1B 拥有压倒性的优势，而朝鲜反击能力几乎为零。从设计上来讲， B-1B 就是一款为低空突防而特化的轰炸机，而朝鲜北部地形复杂，
光靠地面雷达很难覆盖所有地区。BB 进入朝鲜低空飞行，可以说如入无人之境。从三泽基地起飞，不到1小时就能抵达朝鲜，随后以低空突防的形式深入朝鲜领空，并打击朝鲜境内的高价值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只有依靠预警机提前发现，偏偏朝鲜空军的实力也不怎么样。虽然最近亮相了一款预警机，但是就那破烂飞机着实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更别说 BAB 还可以执行防区外打击。美军正在研究空射高超音速巡航导弹， BAB 携带这东西跑到朝鲜近海或韩国上空，对着平壤来一发，几分钟就能打到平壤。对于俄罗斯来说， BAB 的威胁也不小。三泽基地距离海参崴太近了，直线距离1000公里不到。以 BAB 的速度来看，不到40分钟就能抵达海参崴，而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就部署在该地区。这也就意味着，以美军当前 AGM-158C 导弹的能力， BAB 从三泽基地起飞后，只需稍微潜出就能直接打击太平洋舰队的战舰，而且是防区外打击，安全性拉满。一架 BAB 可以携带24发 AGM-158C， 真要有情况，美军可以先发制人，直接重创太平洋舰队。相比较黑海舰队，太平洋舰队的实力也没好到哪儿去，而且 BAB 的快速反应能力与关岛的 2C135S 导弹观测机协同，形成了对俄远东以及北极基地的监视打击链，迫使俄调整太平洋舰队部署，并加强预警。平常没事了， BAB 也能在一些争议岛屿上绕飞，比如北方四岛，给俄罗斯施加压力。除此之外，目前三泽基地正在进行扩建，已经承担了保障 BTF-20251 编队的任务。这基本就意味着三泽空军基地为保障美军轰炸机所做的相应技术改造已经结束，可以迎接 B2 入驻。如果将 BAB 换成 B2， 可以进一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俄罗斯国防部称此类部署为针对性军事挑衅。根据日本防卫省发布的消息，自从美军轰炸机进驻日本之后，俄罗斯海军的一艘驱逐舰出现在北海道西边约90公里海域，之后穿过宗谷海峡驶离。也有俄罗斯一架侦察机贴近日本本州飞行，很明显这是加大了侦察力度。只是就朝鲜与俄罗斯的实力来看，是否加强侦察的结果都一样，二者反制三泽基地的手段并不多。就结果来看， BAB 部署三泽基地的影响是很大的。对于俄罗斯与朝鲜来说，以现有常规打击手段威慑三泽基地是很难的。朝鲜火星11的射程不足，达不到三泽基地，俄罗斯的伊斯坎德尔也是如此，也就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可以做到这一点。至于那些亚音速的巡航导弹，想要打击三泽基地这种战略空军基地，明显是天方夜谭。所以朝鲜与俄罗斯根本无法威慑三泽基地。而且 BAB 执行完任务后可以直接飞走。根据美日两国在3月达成的防卫合作指针修订方案，从琉球群岛到仙岛群岛的12个敌岛基地将进行跑道延长和弹药库扩建工程。冲绳防卫局内部文件显示，与那国岛新建的燃料储备设施已经具备为 BAB 提供快速补给的能力。这也就意味着美军战略轰炸机可以做到多点动态部署，而不是只有三泽基地，生存能力和打击灵活性大幅提高。甚至 BAB 可以降落在关岛，俄罗斯想反击都找不到目标。就结果来说， BAB 部署日本后，三泽基地的战略价值与任务性质就发生了改变。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这个位于本州岛北端的基地主要执行空中预警和反潜作战任务，但随着 BAB 的驻扎，配合现有的 F-16CM 和 E-3， 已经形成集战略打击、战术突防以及战场感知为一体的作战体系。美国选择将 BAB 部署日本的时间，正值朝鲜问题持续发酵，目的是什么？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根据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推演， BAB 从三泽基地出击，12分钟就能进入对马海峡空域，25分钟就能覆盖朝鲜全境。这种前线存在加快速反击的模式，朝鲜根本无力应对。配合驻韩美军的萨德系统，已经构成侦察、打击、拦截的闭环杀伤链。除此之外，根据美国与日本的举动，美国在印太的部署已经大幅加强。美国2025财年预算申请文件显示，用于印太战区的先进弹药经费增加 47%， 其中 JDAM 的采购量更是增加到 3.2 万枚。这些都已经证明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已经转移。
除了 BAB 之外，美军还计划在冲绳部署 MQ-4C 海神无人机，这点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在4月8日，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就透露，数架美军 MQ-4C 将在未来几周内抵达加手纳空军基地，最快本月内就会抵达，以加强对日本周边的情报搜集活动。MQ-4C 海神是在全球鹰的基础上专门为美国海军研发的长航时无人机，装备有雷达、光电等完善的探测设备，可用于执行远程监视以及战区高空战场监视等任务，其最大航程约 1.5 万公里，最长滞空时间30个小时，单波次任务就可以覆盖700平方公里的区域。此外，美军也已经向日本部署新一批战机。4月3日至6日，数量不详的 F-35A 和 F-15E 战机就已经抵达加手纳空军基地。这项计划早在2024年7月就已经宣布。当时五角大楼宣布将驻扎三泽基地的36架 F-16更换为48架 F-35A， 驻守冲绳加手纳空军基地的 F-15CD 则替换为更先进的 F-15E。 战机数量变多，性能也大幅增加。 F-35已经是老熟人了，5代机的代表作，入驻三泽基地也就代表着其进攻能力已经有了大幅度提升。 F-15E 也是如此，这是 F-15的最新型号，配备了 APG-82 电子战套件以及改进型的 F-110发动机，综合作战能力进一步提升，被称为全球最强的非隐身战机。另一边，美国海军陆战队也在加强驻日美军的空中力量，将装备 F-35B 的第214战斗机中队部署到日本岩国航空基地。这是海军陆战队在岩国基地部署的第3支 F-35B 战机中队。就结果来说，美军大幅增加驻日美军力量，也就意味着之前传出的美国叫停驻日美军扩编计划大概率不会执行。而 BAB 长期部署日本后，可以参加多国在印太地区进行的联合巡逻，与盟国进行联合训练。至于 BAB 之后的任务，大概与当前部署在英国的 B-52H BTF 编队差不多。B-52H 机队经常以英国为基础，在中东与东欧空域频繁出动，不仅执行威慑性巡航任务，还要参加联合实弹打击演习。相比较 B-52H， BAB 还具备超音速突防能力，能够更快地应对朝鲜突发作为。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各位觉得美军 BAB 部署日本还有什么目的？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